美军连续炸伊朗，狂轰狂炸已经达到5天了。当然了，伊朗的报复的力道也是非常强烈的，发动了闪电行动跟这一场叫做纳斯尔2号的飞弹无人机攻势。伊朗也最新扬言了，他会俘虏100名的美军。他是真的反击，要打痛美军，还是一场心理战？我个人认为，美国没有办法靠不断的轰炸中就屈服伊朗的抵抗意志。川普讲说要出动地面部队，已经讲得很久了，他自己也没有把握。说他的地面部队投下去以后没有伤亡，或是极低的伤亡，很少。首先，我们看到第一点，美伊战火现在是全面的升级了。川普狂轰伊朗，这个叫做永不沉没的航母大通布岛，现在是它的最新布局，真的能够撕裂伊朗的核姆兹防线吗？那么这个岛它的重要性是伊朗的7岛防御网，会不会引爆下一个中东的战火呢？另外一场新的引爆点呢？再来，我们看到第二点，美军连续炸伊朗，狂轰狂炸已经达到5天了。当然了，伊朗的报复的力道也是非常强烈的，发动了闪电行动跟这一场叫做纳斯尔2号的飞弹无人机攻势。伊朗也最新扬言了，他会俘虏100名的美军。他是真的反击，要打痛美军，还是一场心理战？这个是第二个问题。最后，我们会来关心到的是伊朗打出的能源王牌，包括了胡塞组织也说要参战哦。那么接下来他的下一个动作就是封锁曼德海峡。如果荷姆兹、曼德都被封锁住的话，全球油价有没有可能很快的突破$200大关？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做一次比较深入的剖析。这一次在中东的战火部分已经全面的升级了。川普在下令要重启对于伊朗的这一波攻势之后，已经连续整整5天狂轰伊朗，而且呢，这一次是第一次哦，24小时之内白天发动了一场战争，接下来晚上又发布另外一场战争，等于是全天候不停的在对伊朗进行轰炸。15日早上，我们先来看到美军锁定的就是它的荷姆兹海峡的入口。今天特别要关心这个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对于伊朗来说是重要的战略节点，它的大通布岛。美军上午在这边轰炸了90分钟，紧接着同一天下午又展开第2波的攻击。同时，美军还说要恢复对于荷姆兹海峡的封锁行动哦。那么，我们也看到了美军的部分还对无视警告的油轮发动了地狱火的飞弹攻击，要切断所有伊朗最重要的石油生命线。今天我们要来探讨的主题就是美军真的只是炸一座岛吗？因为大通布岛到底有多重要？帮观众朋友稍微科普一下，它是伊朗7岛防线的核心，所以顾名思义，其实就是由7岛所组成的。这当中包括了大通布、小通布，还有其他的岛，那么形成在伊朗的一个拱形的防线哦。这一波攻势造成了我们看到伊朗的7名军人丧生，还有13枚飞弹直接射向了伊朗的东南部，在这边的军事基地。伊朗形容这个大通布岛的7岛就像是永不沉没的航母。现在美军直接锁定这个地方，目的就是要打穿伊朗的海上堡垒，意思也就是要削弱伊朗对于荷姆兹海峡的一个控制权哦。那么接下来伊朗就放话了，他说会为烈士的鲜血复仇，并且迫在眉睫。等一下会立刻来看到伊朗的最新军事行动。川普最新接受了这个媒体的专访，他怎么形容伊朗？他说：“伊朗像伟大的拳击手，你以为你已经把他打败了，结果他立刻反手给你一记重拳。”我们要赶快来看到伊朗的重拳有哪几招。第1拳跟第2拳包括了第一个闪电行动，伊朗透过自杀无人机发射来猛烈的攻击当地的这个约旦这边的基地。第2拳就是它的第8波攻势，飞弹加无人机攻击多地的美军基地。那第1拳当中还包括攻击的美军在当地的 F-15、F-16、F-35机库跟它的 MQ-9死神无人机的这个机库哦，同时瞄准了当地多个通讯系统、燃料库跟雷达站。第2拳我们刚刚提到的嘛，纳斯尔2号第8波攻势，则是瞄准当地的后勤，包括在科威特的后勤中心，还有阿里萨勒姆基地的防御雷达系统等等。最受关注的是，我们看到伊朗特别公布了一个卫星图像，说它炸毁了哪些地区呢？包括了在巴林的美军基地、第5舰队基地的无人机指挥中心，还有呢这边的这个谢赫伊萨空军基地的直升机维修中心跟 P8 电战机机库等等。
伊朗外长继续放话，接下来应该会来进行的这一场地面战，可能会俘虏100名的美军，把这些美军带回伊朗哦。这些攻势非常的强烈。我们先来关心美国轰炸伊朗的七岛，这个叫做永不沉没的航母，这个天然航线真的能靠空袭摧毁吗？现在真主党也说他要加入了，美军是否面临更大的压力？赖老师怎么看？要靠轰炸要把一个伊朗的防线要摧毁，恐怕不容易啊。因为我们先看一下过去的战争历史啊，在过去的战争历史，日本怎么炸重庆，并没有让中国大陆屈服。纳粹啊一直炸伦敦，也没有让伦敦啊英国屈服。同样的，美国的盟军一直炸柏林，也没有办法让柏林屈服。二次大战之后啊，就有一个案例啊，有一个国家，它因为被轰炸，没有出动地面部队，而最后屈服的。那个案例就是塞尔维亚，塞尔维亚就是过去的南斯拉夫，但是美国炸它炸了78天，投下2.2万吨的炸药，也就是23000多枚的炸弹，不断的投下去，然后炸了78天以后，它才屈服。如果我们要讲说二次大战期间里面有没有哪一个炸弹让日本马上屈服的，那就是2枚的核弹啊。过去炸了东京或者日本的一些地方也没有让日本屈服，但是2枚核弹让日本人吓破胆了，屈服了。二战以后我们强调的就是南斯拉夫也是炸了78天，2万多吨的炸弹才让他屈服。那你想，川普炸了5天啊，这个岛屿就要让伊朗屈服，恐怕也不容易。在2月28号开始，美国就已经一直在炸伊朗的所有的军事要塞、所有的军事设施，炸了1个多月，啊，也用掉了上千枚啊的一个高精度的导弹，也没有让伊朗屈服。所以这样的一波的炸弹啊，就是说啊，伊朗的这个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的岛屿就要屈服了。我想这不容易，为什么？因为你最终还是要出动你的地面部队，也就是说，如果你不出动你的地面部队，你只专门靠这样的一个轰炸，那你不去占领它，你不把它当成你的要塞，当成你的一个前沿基地的话，那伊朗为什么会屈服？你炸了以后，我继续炸你，你炸我就炸你，你炸我就炸你，你只要没有控制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还在我手中。所以我个人认为，美国没有办法靠不断的轰炸中就屈服伊朗的抵抗意志。可是问题就在于美国敢不敢出动地面部队？我觉得这个是考验的川普的一个决心。川普讲说要出动地面部队已经讲得很久了，从把机枪部队派过去，把这个特种伞兵部队派过去，再把这个远征军都派过去，就海军陆战队，也就是不管是从空中投下去的，从海上登陆的等等各种例行的这种2栖的部队作战都已经部署到这个地方来了。部署了多久了？快半年了。也没有办法投下去，就是因为风险太高，不可靠的因素太多。川普他自己也没有把握，说他的地面部队投下去以后没有伤亡，或是极低的伤亡，很少。连他去挽救他所谓的人质，后来认为说他可能是要去摧毁这个伊朗的这个被轰炸的核设施，然后要去确认以后把他的核原料拿走的那样的一个特种部队的，尤其是绿扁帽部队跟三角洲部队组合的这种特种部队投下去，最后的结果怎么样？最后的结果还是落荒而逃嘛，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美国要出动地面部队要占领这个地区，我想这个风险太高了。我个人认为，川普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敢下决心说我就做了，所以也不会因为这样子，伊朗就说那我屈服，我投降，那我们来好好谈判。可是川普已经露馅了，他炸了半天的目的还是为了要谈判嘛，说我们来谈嘛，我们来谈嘛，那这个怎么可能？我觉得川普已经把他底牌泄露出来了，也就是他做的目前的动作，最终就一个目的，就是我要谈判。
好，那同样一个问题也特别请教厉将军怎么看？因为川普也说了，这个伊朗是伟大的拳击手。那我们看到伊朗是立刻发动了各种的攻势，不管是他的第8波攻势，或者是他的闪电行动，真的打痛美军了吗？那伊朗真的如他所言，他敢绑架100名的美军吗？那厉将军又怎么看？这7个岛哈，就是在荷姆斯海峡北边哈，最大一个岛哥斯姆岛，那旁边还有7个小岛，包括到我们知道拉拉克岛、大不通、小不通哈这些岛，这几个岛原来在这个3月份美伊战争的时候，美国地面作战就扬言要夺下这几个岛。那从美国当初地面作战要夺取这几个岛，你就知道这几个岛对控制荷姆斯海峡有多重要。但是为什么当时以美军强大的战力哈，那他都没有办法夺取，也最后连动手都不敢动手。我跟你讲，这几个岛在军事上它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哈，它这几个岛等于是伊朗南边这个大陆的一个前沿阵地。你要对伊朗的本土发动攻击的话，首先你要打这几个岛。如果说你没有拿下这几个岛，你贸然就进攻伊朗的本土，这几个岛就变成反射击阵地，它可以对你登陆的部队反过来打你屁股哈。所以你就必须要先拿下这几个岛。可是你要先拿下这几个岛，你又会遭受到伊朗本土部队的这种掩护攻击哈。所以你要拿这几个岛是非常难的。这种道理就像是我们台湾现在来讲的话，有一些这个外离岛，它的跟本土之间作战的地位是类似是像这个样子。但是关键是这7个岛又连在一起，你不能只拿一个岛，你必须要同时拿下7个岛。你光打一个岛没有用，你打一个岛，其他6个岛会同时对你发动反击，互相掩护。所以美军当时我觉得他就在军事上面、战术上面，他没有那能力同时对对7个岛发动攻击。但是现在这7个岛又刚好是在荷姆斯海峡的北边哈，所以伊朗现在规定，所有要通过荷姆斯海峡船，必须要从北边这个拉拉克岛从这边经过，要进入荷姆斯海峡，要从拉拉克岛的北边，要出荷姆斯海峡，要从拉拉克岛的南边，这几个岛刚好就是控制的荷姆斯海峡。但是美军光靠轰炸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到最后你还是要靠地面战来处理来解决。但是看得出来，美军现在对于这个发动地面战夺取这7个岛，目前看起来没有这个决心也没有这个能力。因为我们看到他现在打到现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很多兵疲力尽了这个已经没有太大，我认为他没有太多余力可以去攻占这7个岛。之所以伊朗会不会去俘虏100名美军，我觉得这可能性极高的。因为我们不要讲别的，地面作战的话，一定会有俘虏。这个包括到我们现在俄乌战争，你看到双方动不动隔一段时间就互相谈交换俘虏，所以地面战争一定会有被俘虏的这个可能性是非常高的。那如果说伊朗这个对美军主动发动地面的突袭来讲的话，它可以利用伊拉克的民兵组织这个利用或者是说美军敢这个贸然的发动地面作战来讲的话，我觉得美军被俘虏机会是很大，因为历来所有地面战争来讲的话，几乎是俘虏是被敌我双方互相俘虏，几乎是避免不了。但是问题是，美国以这个国家来讲的话，它是绝对经不起这个有美军被俘虏。如果有美军被俘虏，大概国内反战的声浪就会一波就非常的汹涌。对川普来讲的话，他应该是招架不住的。好，那我们看到，眼看这一场战事逐渐的扩大，甚至已经要到失控了。现在另外一个组织说要加入参战了，它就是也门的胡塞组织。我们要看到他最新放话，他说，如果呢接下来局势如现在所发展的继续再往上升高的话呢，他不排除接下来会来封锁的是曼德海峡了。那现在就会看到说，不只是荷姆斯海峡被封。曼德海峡未来也可能陷入危机，那大家怎么看？说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发生呢？这位是伦敦国王学院的专家，他叫做克里格，他特别警告说，这件事情会是伊朗最后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革命卫队认为说全面战争已经不可避免的时候，他才会做出这样子的事情。如果2个能源命脉都被掐住，那全球油价恐怕升高到1桶$200大关，有没有这可能？这个经济核弹，杨老师又怎么看？我觉得稍微有一点危言耸听了哈。因为历史上油价最高的时候是2008年7月，多少钱呢？布兰特原油147块，这历史上最高的。
而且那个时候很大的原因，当然就是因为美国的金融危机，那再加上国际整个能源的需求，那美国的金融危机导致美元的贬值，因为美元的贬值这个货币贬值才使得这些价格攀高，所以是这个因素。那会不会因为这一次，你说荷姆兹加上曼德海峡，你必须要了解，胡塞组织对于曼德海峡的封锁，如果他真的这么做的话，和伊朗对于荷姆兹海峡的封锁是不可以划等号的，因为它在整个地缘、地理，然后呢，整个飞弹以及无人机，还有就是海岸的控制，跟在曼德海峡是不一样的。曼德海峡之前曾经发生过类似这样子的红海的攻击，所以各国其实都有去做一些排除，因此它会让油价攀高。我们先来看一下油价在2月27号的时候是72块美元，我们讲的都是布兰特原油。发生战争之后呢，在4月中到6月中2次最高到120块，这已经是非常高了。然后呢，大概在这段期间到6月中以前呢，大概都是在90块到95块之间，其实已经是相对高的。你看72块到90块，可是当6月17号他们说要进行和谈的时候呢，就一下掉，在这3个礼拜掉到了71块，那就回到了战前一样。战前一样。当然这有点预期心理。那现在是多少呢？现在从7月10号到目前为止呢，大概是维持在84块、85块。昨天是84.95，今天到目前为止收盘是84.88，所以维持平的。可是还是继续的轰炸。对，某种程度因为大家刚才赖老师讲了，知道川普根本撑不了多久嘛。你就是说7天我要炸你桥梁，然后我就希望你回到谈判，所以战争不会扩大，然后他给国会的信函里面说我不会打地面战，我会是有限度的，我会是一个合适的、适度的攻击。所以换言之，其实这个油价跟这个股价慢慢的跟川普在那边一天到晚叫嚣真打，但是呢已经有一点脱钩了。但当然还是这个价高了被叠高了，可是呢，并没有说往上攀。如果说2个海峡都被封锁它立即会往上走，120都有可能。那曾经来过，但是再往这个上走的时候，我觉得需求会降低，因为这会造成整个需求这个无法负担，然后呢，战备储油会出来。那最重要的是，这个时候别的国家不会在旁边袖手旁观了，欧盟、俄罗斯甚至中国都会出来说。这个事情不能再这样恶化下去，你美国要有所节制，你伊朗要有所这个就是回应，对，不能再这样下去，他们2个国家自己也受不了。所以我觉得现在不过这里最后一点就是说，打消耗战，美国以为在跟伊朗打消耗战，但这个消耗战不要认为只是打弹药库存消耗战，光是这一点，其实美国已经输了。现在你再输有什么意义？对。但是消耗战另外一个意义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讲的，油、通膨、经济，还有你的选举会消耗你的，所以那伊朗都没有这些问题啊，那当然伊朗的经济会更加的受创，所以我是觉得，为什么川普自己设定了7天、14天，那他就知道这个消耗战。其实它有它的天花板存在。前几天我们还在讲美军的第1次针对伊朗的大轰炸，没想到马上就发动了第2波的空袭行动，目标这一次直指的就是荷姆兹海峡周边的重要军事的据点。伊朗的官媒证实，确实美军有发动这一场攻击。来看到它的攻击的目标有哪一些地区呢？这是来自于伊朗官媒的最新说法，包括了可以看到在核电厂周边接连传出的爆炸，在这些港口都是在核电厂的周边的。那么部分地区甚至是导致呢一度全面的停电，还有这个伊朗的军方人员死亡，一共是8名人员因此死亡哦。那么川普的态度没有想到他继续的很强硬，他说。他们攻击我们，就像用更激烈的方式来回击，而且他还说，接下来不排除要夺下伊朗最重要的石油出口命脉。
也就是他们的哈格岛了。必要时，甚至还会轰炸包括了发电厂、海水淡化设施等等的基础设备。他也说呢，呛瞎伊朗每次攻击美国的时候，美方都会以20:1的这个力气来做回应。当然了，伊朗另外一方面也非常的强硬，冷回川普说没关系，你打我，我就打回去你。然后我们就看到伊斯兰革命卫队立刻展开了新一波的这个军事回击、惩罚性报复，同步的发射了飞弹跟来自伊朗的无人机。那么包括2个地区都受到重挫，第一个是在科威特这边的这个阿里萨勒姆空军基地，第二个是在巴林地区的空军基地等等。再来就是看到了，包括了美军的第5舰队总部，突然间也发生了这一场大火，全面的火警画面也在网络上面现在流窜哦，让美军颜面尽失。革命卫队也落下了狠话，如果美军再度攻击伊朗本土，下一波报复范围将会扩及到整个中东地区的所有美军基地。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特别请教杨老师怎么看了这一次的交火，进入到第2次的交火，是近期第2次。川普还说他接下来可能会来攻击夺下哈格岛，封锁伊朗港口，轰炸他的发电厂、水力发电厂等等。美国真的敢这么做吗？那伊朗接下来可能会如何来做报复？杨老师怎么看？我觉得川普这一次再一次的停火、停火的这个协议开始对伊朗做攻击根本就是在玩火，而且很严重。他又在威胁，那军事的攻击对伊朗南部80个地区进行了攻击，而且没有事先告知。那同时这个时间点刚好就是伊朗的国丧期间啊，就哈梅尼在进行整个德黑兰进行国丧，那超过1000万的人从伊朗各地这个前往德黑兰。而且当时，当然你看到那种非常悲壮的民族主义的情绪是蔓延的，而且有一些人甚至高喊的要报复，甚至还有将川普的这个雕像做怎么样的一个处置的这种激情的作为都有，这当然可以理解了。你非法侵略攻击这个国家，造成数千人死亡，然后造成怎么样的损坏？可是呢，你的战争失利，而你现在从4月7号开始停火，然后6月开始，已经3个礼拜的进行谈判，那你已经就是攻击了1次，现在第2次他们正在进行国丧的时候，伊朗还说国丧期间我们不交火，这想当然的嘛。结果呢，你在这个期间你又忍耐不住。因为你觉得伊朗在过程当中，在跟你谈判的过程当中一直在拖延。讲句实在话，当伊朗的哈梅尼前最高领袖进行国丧期间，在第一线谈判的人哪敢有进度啊？对不对？对，我们家乡德黑兰那种情绪多高昂啊！但是事实上，不管是伊朗的现在的新的最高领袖，还是政府，还是谈判人员，都知道。这个其实是他们用血泪换来的，让美国不得不坐下，而且可以真的取得一定的成效。那结果呢？你因为在这个国丧期间谈判不顺，你就再一次的对伊朗这个停火协议，然后呢表达说要撕破，然后呢开始攻击。我觉得这个玩火呀。那你又放话，你就要打这个哈克岛，或者叫哈尔克岛，这个。以前对不起，我们从2月28号到现在为止，我跟厉将军在这边哈克岛说美国要打，我们谈了几次了？打呀，他真的敢打吗？他马上这个川普又说，这并不代表真正的战争了，我们很快的还是会恢复这个和平的，所以他又是这个萝卜与棒并行的这个作为，你老早被人家看穿了。那可是你在现在这个国丧期间做这样一个动作，而如果最后你还是打不下去，你真的敢打吗？哈尔克岛或者是荷姆兹海峡当中任何的大岛跟小岛，你如果敢去攻占，马上伊朗就是跟你玉石俱焚呢。因为过去的这3个礼拜啊，其实已经大概恢复了将近有过去的速度的1/3，差不多有2亿桶。可是讲句实在话，2亿桶是战争开打之前2天的量。所以
实际上大概没有2亿桶，大概是10天的量。所以基本上也虽然是3个礼拜，但是只有到10天的量，所以还是非常不够。如果伊朗再停下来，再报复所有你的海湾地区的这些军事基地，其实这个当然已经模拟了多少次，谈了多少次，川普美国不敢打，也不会打。那因此呢，他又来一次自己这个落亏。那但是呢，伊朗的反应一定不会像过去一样，就当作没事。我觉得其实川普真的在玩火。好，川普在玩火，同时呢，我们也来看到美军也有了最新动作。等一下，请厉将军来帮我们解读一下。这个从军事上面跟川普的喊话政治面来解读的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首先，在军事上面，我们看到这个美军林肯号现在呢，已经悄悄的由阿曼湾向南撤离大概200公里的地方。然后呢，现在美军还是维持2艘航母加上1艘2栖攻击舰，但是呢，问题是它离伊朗已经越来越远了。再来就是在政治面，我们来解读一下为什么川普他出席这一场在北约的峰会的时候闹出这样子的一个笑话。他称伊朗是伊斯兰日本共和国，是不是压力太大了？说了这些话，还说了另外一段话。他说呢，林肯号曾经遭到对方发射111枚的飞弹。厉将军怎么解读？这个川普会这个口误讲出这个伊斯兰日本共和国，然后你把它连在跟刚刚他之前所说的这个林肯号航母遭受到111枚的这种飞弹的攻击，把这2个连在一起，你就发现说，川普真的是现在心理压力很大，进退失据，不知道怎么办。其实他口误2次了，除了说伊斯兰日本共和国这句话失误以外，他111枚，我相信伊朗应该不会发射111枚的飞弹，他应该是发射111枚的无人机那为什么川普会这么连续的口误？我认为这时候他真的是六神无主进退失据，然后要不打嘛？这个不打嘛？那伊朗现在是咄咄逼人一直逼着你这个继续这个鲸吞蚕食，对荷姆兹海峡力争他的掌控权。那第二个，如果说要打嘛，他自己本身后续来讲，前面那个1个月的战争都已经打不下来了。那现在来讲，包括他的 B-52轰炸机也已经撤走了，这个加油机、预引机都已经撤走了。这时候我认为他根本就没有实力要打，由于是从这次林肯号向后撤退了207公里，更是一个指标性的讯号。林肯号撤退207公里代表什么呢？林肯号上面起飞的战机来讲，如果说要飞到作战地区，你看207公里撤退207公里，这个飞机来回飞就400多公里，那你是不是少了400多公里的滞空时间，少了400多公里的作战半径对整个战力来讲影响是很大。那究竟这111枚的这种无人机到底打到林肯号没有？我们现在不得而知但是从这个川普他这种焦虑口误的心情，是不是有1-2枚的这种无人机真的是砸到了林肯号？那有待后续美国自己官方愿不愿意证实。现在来讲的话没有证实，可是如果从川普嘴巴里面突然冒出这句话，我们合理怀疑是不是林肯号在这一波的无人机攻击中确实受到一些伤害。那我再补充，为什么讲说川普这时候会这么慌这么乱？这个还是跟荷姆兹海峡有关为什么美国跟伊朗又打起来了？其实很简单这个现在来讲的话，美伊双方是停战了60天的期间，60天之后，现在是 MOU 说停战，但是真的谈判是60天之后，停战开始算60天，其实已经快到了可能大概只剩下30-40天就要正式谈判。那这段时间，伊朗说这个荷姆兹海峡，虽然说它开放荷姆兹海峡，但是伊朗讲你要经过我规定的航线来走，对不对？从那边上面有一个岛叫拉拉克岛，拉拉克岛这个北边来讲，你是进入波斯湾的，南边出波斯湾都要经过我拉拉克岛。但是国际海事组织画的是2条路线，一个是北边的，另外一个是南边靠近阿曼湾。那你现在走南边的。这个伊朗都对这走南边的这些货船或油轮来发动攻击，那美国来讲的话，就这个对伊朗实施报复性的打击。那为什么伊朗要打走南边的船？很明显的，他在60天之后，他争取到谈判有利的条件。谈判来讲，荷姆兹海峡我就是要收通行费。所以说现在来讲，你按照国际海事组织，我不承认，我一定要。所有进出波斯湾的船只一定要按照我伊朗规定的这种路线来讲。我们都知道，
这个在谈判桌上面，你想要得到的，你必须在战场上面，你也必须要获得。所以现在我认为很明显的，伊朗这一波的攻击就是为了这个60天之后，其实现在已经不到60天了。对。就是正式谈判的时候，我想他会争取在这个荷姆兹海峡，通行费来讲的话，管理权由伊朗自己来掌握，这是他这次打击的这个后续来讲最主要一个目的在这边。好，确实哦，现在在这个离和谈的前夕，如将军帮我们看到的这个伊朗方面呢，持续的要在掌握这个荷姆兹海峡，尤其是航道，他说呢，他要来决定怎么走，还有呢，接下来的通行费，伊朗都希望能够来掌握住。那接下来我们也来看到说，伊朗也同步宣布了有关于荷姆兹海峡的一个最新的规则，总共2条。第一个，他说立即全面封锁荷姆兹海峡，在美国的这一波新的攻击之后，是全面做封锁的。第二个，他说呢，只要伊朗再次的遭到打击的话，每打击一个目标，它就会至少回击2个敌方的目标，这是针对荷姆兹海峡的一个最新进度。另外一方面，我们来关心这一次的一个细节哦，就是呢，川普他前往土耳其去开这一场参加北约峰会的时候，他本来坐的飞机，为什么去的时候跟回来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是担心伊朗的暗杀吗？好，这是来自媒体的最新报道。因为呢，川普去这个土耳其的时候，他搭的是卡达的空军1号。结果回来的时候，他突然改搭乘旧版的空军1号了，所以他就被媒体问说，你是不是担心被这个伊朗给暗杀？当然，川普他没有直接承认，也没有否认，只是说我一直都是这个伊朗暗杀的目标。但是美国媒体也披露了，旧版的空军1号这一次川普之所以会搭乘，因为上面配备了飞弹跟防御的干扰系统，但是新版卡达做的这一款呢，还没有完全整合这样子的一个系统，所以美国只好改搭旧款吗？能不能这样解读？那聂老师又怎么看呢？再来就是有关于荷姆兹海峡的问题，现在呢，是不是川普更担心了，要急于就这个议题来做谈判？ OK， 首先呢，关于这个他怕不怕，是不是真的心惊胆寒呢？要换飞机这个问题，我觉得啊，自古至今多少元首都被暗杀过哈。从以前荆轲刺秦王，不管成不成功，大家也知道，甘乃迪也被暗杀，雷根也被打到这个他的接近他的心脏，但是当然他没有成功，安倍晋三也被暗杀成功，所以他会不会怕？讲白了，每个元首要认这个位置，就必须有一个会担心的这种心态。 可是你说他不怕？以我所知的川普，他并没有那么怕。他这个人真的是我非常在个性上某一些地方我是很欣赏。从我去了纽约读书10年，就了解这个人非常有 guts。从某个角度，你去想想看，去年7月13号，当那个子弹是真正子弹飞过耳朵的时候。 任何总统是躲起来，由防卫者保护，他是不是冲出来走开 fight？ 如果你记得这一幕的话，他不是真怕，但是元首要被保护是应该的。他换飞机也是一个例行的，因为现在的伊朗的确国族家人是真的很讨厌，会很恨这个人。各位，以前伊朗就常常有所谓的美国去死、以色列去死的海报不断的讲，现在川普惹到他们说川普你就是必须死，但是其实美国也自信他们自己在情报的搜寻。 或者是你说这个暗杀部队的编列，他们认为伊朗是其实这个还不够的啦。所以我基本上认为这个暗杀行动并不是他真的很担心，但是他们必须要这样防御。不过我现在讲另外一块，就是川普，我觉得他现在输到有点脱裤啊，就是说刚刚又讲到他的压力很大嘛，所以他现在就有点什么到日本、伊斯兰这个国都讲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现在已经压力山大，因为他完全做梦都没有想到他竟然会输，因为他完没有想，也想不到，没想到伊朗会继续的跟他这个下马威，他其实没有办法接受，所以他昨天的话语是用了一个 scum 这个字啊 ，scum 去看一下，这叫人渣败类哦，讲不好听就卑鄙小人这种形容他，他已经气急败坏，但表面还是要稳坐那种像这个总统的样子。不过我们必须说明。 这个美国现在真的，他碰到一个大麻烦，就是川普惹出来的。就是你在2月28号在谈判桌上所谈的要的最基础刚才的4样东西，一个都没拿到，越搞越输。当然，刚刚讲的一个最重要，也就是荷姆斯海峡这个这么重要，对伊朗来讲算是一个命脉。过去不用收费，他现在当然被美国打了，他在经济上也受损很多。从以前的经济制裁，
资金的这个冻结，实际上他也非常需要裁员。在这个时候，实际上他有这个机会，刚好他也觉得这次从某个角度，商报他是算胜，虽然他死伤很多，他必须要为他未来在经济或者他的金流上找个出路，他就用了这一次的这个机会来讲 opportunity， 他觉得可以这样做。当然，所以也就是他认为你要照我的走法，不是你就是要走北边，就不能走阿曼的南边。你今天真的不照我走法，这是我控制的地方，这公园是我的，不是美国的。你既然这样走，我就打你。当然，美国就很不爽了，因为美国觉得他是霸主，是世界都应该他控制，他们就回击了。你知道，伊朗就是不爽。你刚刚讲说现在叫2-1的对等加倍打击，我觉得伊朗也不一定做到加倍，但对等就够。所以这次打了80几个地方，他也会就回打80几个地方。你看这个巴林啊、科威特有些地方也被打到了。我觉得他会再度关闭荷默斯，我们的油价又会再涨。然后通膨又会再升，这个我讲不好听，压力3大的川普他就压力更大了，所以他现在面临的挑战很大，所以他会不会回台办说，他当然会想要回，会急着想回，重点是要多久他再回去，而且因为他不想输啊，表面最好不输，他搞不私下一直想要求和，而且表面一直讲说人家想来求我，这是川普一贯的作风，重点是。但是谈了有没有用？因为你要让多少，川普必须让到最后说，我都让你算了。我跟你讲，就让你来收费吧。那时候可能就没事了，否则的话，以现在的目前状况，还要打一下、谈一下、打一下、谈一下，还是遥遥无绝期。今天先来关心到这一场的美伊战事，3个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来特别帮我们做解析。首先第一个，美军的前高层在这个时候开始示警了，说，我们在中东的基地呢，不能只是照现在原来的基地来做设置了。必须要做一个很大的重整，因为呢，现在美军基地等于是沦为伊朗的一个打击的靶场了，代表美军在区域的优势已经受到动摇了吗？第二件事情来看到的是，美军之所以说这个基地可能要被迫后撤或者是西迁的原因，就是因为伊朗的飞弹射程现在是已经可以超过4000公里了，再加上大家现在在新关注说，很多款的中国武器的供应链可能在介入伊朗来使用。所以美军要做这样子的一个调整吗？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件事情，我们来看到就外交面来看，伊朗拒绝跟美方的高层谈判，而且在荷姆兹海峡这边掌握了许多的优势，包括了这个分段的航线，跟它开始要收取服务费，全球航运、能源秩序会被重新定价改写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首先来关心到的是，美军真的被伊朗打怕了吗？这一次呢，其实我们看到它不是自吹而已了，伊朗，而也不是外界所说的阴谋论，因为是连美军的中央司令部的前指挥官小麦肯齐他自己亲自的来做示警了。他特别说到是美国在中东的基地部署必须要全方位的调整。他怎么说的？来看细节。他说，没有任何脑袋正常的人会把中央司令部前进总部设在离伊朗只有160公里这么近的地方。美军应该要大幅的把我们的基地呢向西大幅的散开去做调整，这样子呢，伊朗才会更难发现我们的基地，也更难做打击。原因是因为你离它太近的话，不就变成了伊朗的这个箭靶了吗？再来，我们来看到华尔街邮报也正式的做了披露，说近期美军之所以害怕，就是因为伊朗多次的透过它的飞弹跟无人机，朝着美军位在巴林的海军基地来做攻击，已经造成了当地不管是在指挥中心、它的通讯设备以及多栋建筑都因此受损了。来做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统计，伊朗已经重挫了，包括了15座的美军基地，从战争爆发到现在，228处的建筑跟设备都因此遭到损失，所以小麦肯齐才会认为说，这个基地呢，我们赶快向西移吧，或者是做一个分散性的一个部署。但是问题是，刚刚提到的嘛，伊朗的飞弹射程4000多公里，美军能撤到哪里？大家也在质疑，难道撤到欧洲去吗？还是干脆整个退出波斯湾呢？今天就这个议题，委员怎么看？对，我想其实这就是地缘政治的这个关键问题了哦。什么叫做地缘政治？就是地理位置决定了一切哦。那么美国距离中东距离西亚的地区实在距离非常的远哦。那么因此过去长时间美国在介入中东地区的相关事务的时候，大部分哦都是靠它在中东海湾国家
内部所设立的这个各式各样的军事基地哦，他用这样的一个军事基地来做他的兵力投射，然后来加强他对整个中东地区的这个掌控跟影响力。这是过去美国在中东玩的游戏哦，就是说美国不可能每一场战争都从本土拉个部队到中东来，这个光花时间就要花这个数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了。那么因此，过去美国是高度的依赖哦，它在波斯湾的这些海湾国家的所设立的各式各样的海空军的基地，但是没有想到，在这一次的这个美伊战争的过程当中哦，美国传统的基地的设计跟这个传统的这个防御的这些设备哦，被伊朗的这个不对称作战的模式给彻底的击垮了。那么我们看到伊朗用很廉价的导弹去消耗掉了这个美国在中东地区各个基地或者是前哨的这个雷达站所部署的这些防空飞弹系统，通通把这个防空飞弹给耗尽了。他们用廉价的这种飞弹去换了这个美国相对来说价格极为高昂的，不管是爱国者或者是萨德的这个飞弹哦。那么这对美国来说，这个根本就是一笔不划算的账哦。那么同时呢，你就发现说，伊朗还用了大量的自杀式的无人机，然后来攻击，用饱和式的攻击来攻击美军的基地。所以美军的基地其实伤亡相当惨重啊，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15座基地，228处的设施都被击毁。美国国防部并没有承认哦，这是美国自己的媒体用了这个其他民间的卫星的影像图片去比对的哦。就美国国防部从头打到尾哦，他到现在都没承认说他有被打得这么惨的，因为他觉得他讲不出来。那你更不要提说美国的媒体最近才公布了另外一个，光是在今年3月1号，一架这个伊朗的自杀无人机去攻击了美军在科威特港口的一个工作站，光是那一场攻击就400人受到轻重伤。可是美国国防部当时怎么对外说的？90%都是轻伤啊，结果明明都是重伤了，他通通都给你这个粉饰太平，把它变成轻伤了。我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呢？因为这也是媒体踢爆的，这是美国 CBS 跟那个 The Intercept 这2个媒体踢爆的。为什么？因为受伤的官兵不服，官兵的家属不服啊，就明明我是受了重伤了，你怎么可以说我是轻伤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不难发现哦，就是美军在中东不管是基地或者是美国大兵，其实在这一场美伊战争当中已经被打残了，被打怕了。这种不对称的作战，接下来如果持续再发生下半场，美国依然讨不到任何好处。而且就如同我刚才讲的，什么叫做地缘政治？地缘政治是今天是美国去打伊朗，不是伊朗去打美国哦。坦白讲，伊朗反过来去打美国也很难打，因为很远啊。对。那么问题现在是美国在打伊朗啊，他要千里迢迢的来打伊朗，当他整个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都不能用了，欧洲国家的军事基地又不敢借他用，那么问题就来了，那美国要怎么做兵力投射呢？航空母舰吗？航空母舰躲得比谁都远，因为他如果太靠近了，搞不好也被当靶子了。那你说要用欧洲的这些国家的美军的军事基地来做这个长途的奔袭吗？这个欧洲国家恐怕也没这个胆，也没这个意愿把军事基地借给美国。所以你说美国最后就算照他的建议，说我基地再往后撤，那又怎么样呢？你再往后撤，那你所有的这个兵力投射，你就要用长途奔袭，你要用加油机，然后你要这个接替式的接棒式的加油，才能够攻击到伊朗本土了。然后呢，伊朗就好整以暇在那边等你。它的雷达现在看起来，也许这个外面我谣传说，中国大陆也提供了它一些技术跟设备，所以针对这个逆中战机，它已经有掌握的能力了。那你更不要提到其他的这些相关的武器，这些很廉价的监视飞弹哦。那么这些防空飞弹系统都极有可能对美军造成重创哦。所以其实坦白讲，美国在中东是没有任何的优势，特别是我要强调的是，美国如果要做一个侵略者的角色，它在中东是没有任何的优势的。但是呢，他如果乖乖的不要当一个侵略者的角色，其实这一切都好谈呢。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美军千里迢迢哦来打这个伊朗，到底说他的基地今天如果西撤或后撤，真的有用吗？等一下同样的问题也特别来请教干哥哦。那么也代表说这个伊朗把美军赶出中东地区了吗？如果他真的做西撤或后撤基地这样子的一个说法的话，再来就是说美军他另外担心的事情，还有就是来自于媒体的报道说，伊朗不断的获得来自中国大陆的武器。我们稍微看一下 CG 来看一下细节，伊朗获得了哪一些来自于大陆的武器做支援？首先就以飞弹面来讲，中国制的肩射防空飞弹，外媒推测它可能已经有提供给伊朗，可能涉及到上一次可以击落F-15
9/11这个事件。那么再来就是防空系统了。伊朗的防空的低空能力之所以大幅提升，因为获得了来自于大陆的红鹰6跟它的前卫2。再来，中国可能还提供了伊朗包括的远程的预警雷达，这一款是 YLC-8B， 可以用于侦测隐形战机。美国情报单位也说呢，中国大陆可能有向伊朗提供见证者无人机的零件等等。这样子看起来，这一波这个美伊停火期间，是不是伊朗或许有向中国来请求帮忙做武器上面的支援？哪一款武器现在就以战争来说是最具有急迫性的？那干哥又怎么看？好，我们现在看到，就是说，其实伊朗到底是得到了多少我们中方的支援？这个说一句实在话，不能讲。那卫星影像呢，不会告诉你，但是有没有？我跟你保证，绝对有。而且很多，为什么呢？因为伊朗在这种高强度的作战底下，如果没有得到相应的支援的话，伊朗多半撑不下去的。所以不管是飞弹、肩射式飞弹、长程预警雷达等等，一定有某一个国家在支撑着它，在支援着它，否则怎么会打得那么准？这5个字，这美国专家讲的啊，他说。打的其实很准，为什么很准？因为从伊朗公布的高解析卫星影像上面来看，你可能看一些照片，你会发现说有一些是什么？有一些是挖地坑的，挖萝卜的，你知道吗？就是没有命中目标，也就是说，有一些飞弹你或者是无人机，你打美国的目标的时候，可能没有击中，那当然它就会造成弹坑。会造成的一些损害，不是主要的那个目标的损害，你从卫星照片上就可以看得出来。他说没有，我仔细看了，没有几个挖地坑的，所以代表什么？伊朗打得很准，打得很准代表什么？代表情报做得好，情报做得好，谁给的情报，谁给的设备跟资讯呢？那就想想看，一定是中国，中国在这边帮了很大的忙。那除了这个东西之外，我们就再来看。你有多达15处基地被击中，你有200多个目标，你知道他们后来撤离的那个美军的人员怎么讲？他说：“你知道吗？我们上个礼拜我们还有家庭聚会，还在那边打橄榄球哎。哇，好在我们先撤了。但是这个礼拜打的话，不是就被飞弹打到了吗？对，很多千钧一发的事情，美军现在都不公布。为什么？不能讲，讲了就没有士气了，怎么可以讲？”这就有点像我们曾经看过的好莱坞电影里面，就是那恐怖攻击。其实美军在沙烏地阿拉伯不管巴林啊，还有卡达很多基地，他是携家带眷去的，你知道吗？他携家带眷的时候，有时候他们到了周末这个都会办那个什么露营啊，或者是什么恳亲活动啊，烤肉。我跟你讲，那个就是最好的攻击时刻。伊朗他自己本身的情报工作做得非常好。如果你有看《巴黎情报局》这个影集，你就知道伊朗的反渗透能力是最好的。他们吸取了西方的经验，所以他密布了什么？他还有就是说你现在所有的 AI 的进步，伊朗它全套它都有。为什么？因为西方的那个情报专家早就跟你讲说，在阿拉伯世界里面，伊朗的情报员是最强的，是最强的。所以说大家就知道说，今天如果说巴林的美国第5舰队基地被击中了那么多个地方，那现在准备要把它搬走的话，要搬去哪里？有个人又出了馊主意，说干脆搬到以色列去最安全。你搬到以色列去，你知道距离那个地方多远吗？1000公里哎。那有什么用？以色列有没有深水港、海法港？它不算是深水港，你只有巴林这个港才在荷姆兹海峡周边有它的战略意义在，不是说搬就搬。何况巴林的基地，美国已经用了30年了，不是说今天要搬走就可以搬走，所以根本无处可搬，美国也不可能搬。但是如果巴林的第5舰队基地还要在这边继续下去的话，我可以坦白讲，到时候一定又会被再攻击一次，到时候川普你的脸就很难看了。
好，这个是我们看到在这个伊朗的强势的这个态度攻击之下，美军他恐怕会来调整他的美军基地。再来就外交面，我们也来看到说，是不是美军现在美国方面也是吃瘪呢？因为最新消息是来自于川普的女婿库许纳。跟这一场战争的谈判的特使魏科夫，他们终于是抵达卡达了，要来展开说他们白宫称的高层级的会谈。结果呢，没有想到这才放话说完哦，结果伊朗的高层是强硬的否认说没有啊，我们没有要跟美国的任何高层会面啊，连卡达也都出面否认说有这一场美伊的会谈。再来就是荷姆兹海峡的掌握度了，现在是不是牢牢的掌握在伊朗的手里？因为现在呢，其实分3个层面来看，海峡分成3条航线。CNN 说的，北部现在几乎是由这个伊朗来完全掌控，中部是传统的国际通道，那南部现在是阿曼海域，是由阿曼、美国跟国际海事组织来做协调的。但是也看到最近哦，这个荷姆兹海峡很不平静，包括了说长龙的货运它遇袭，还有商船通行量下降等等。阿曼提出了干脆未来就来征收这个服务费吧。所以是不是未来有关于荷姆兹海峡这边的通行状况都得要经过向伊朗来做申请呢？再来我们讲到了库许纳跟这个魏科夫，说要跟伊朗谈判遭拒绝，老师又怎么看？袁老师，这个我们通常有一句话，谈判最忌讳心急啊。我们中国人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啊，意思的话呢，美国现在谈判刚好是派出了这个库斯纳跟威科夫啊，以为的话呢，这个成绩很高，一个是他女婿，另外一个是他原来的金主，但是呢，伊朗呢看得很明白，伊朗为什么看得明白呢？因为呢，为什么这个川普会很心急呢？因为他国内有3重压力，第一个的话呢，就是说是他们在参议院投票。他已经输了，这个战争要赶快结束。第二，这个民意调查一直下跌。第3个的话呢，就原来的这个马卡的支持者，就会发觉说，马卡他以前骂拜登啊，骂奥巴马，都骂别人那个亲戚战端，他现在搞了一个这个尾大不掉的一个战争。所以说这件事情的话呢，对伊朗来讲啊，伊朗啥事都不用干，就是你要谈我就打，你要打我就谈，这伊朗倒过来了。现在美国显得很被动，你要了解，美国很被动，主要原因就是说，你不能够一方面要派了这个库斯纳跟威科夫去谈，那同时的话这边又讲说要把你炸回17时代，那美国人就觉得很奇怪，他得不到国内的支持，而且刚刚的话呢，我们委员讲的这个东西隔得非常远啊。因为美国的话呢，舟车劳顿，你不要讲别的了，光是航空母舰停在旁边，哪怕是1000公里外，都要花费很大啊。那么现在对伊朗来讲的话呢，最具有这一次这个战争没结束的形势，就是荷姆兹海峡的没有完全开放。为什么？因为2月28号以前，荷姆兹海峡是完全自由通行的，根本大家不觉得这是个问题。而且整个东北亚的地区的国家，像这个韩国啊、日本啊什么的，他们基本上都是把所有的能源的计算的方式，就很自然的认为荷姆兹海峡是安全的。好了，那这样子的话呢，伊朗就要展现出来啊。我这边强调哈，长荣的长利号被炸的这一件事情非常具有象征意义。我刚刚听到干哥讲哈，我觉得大概中共有做一点暗示啊。那长荣过去的话呢，你就不要客气了啊，要不然到目前为止我们听到消息就是长利号被炸啊，你就没听过第20号船被炸啊？那你说这个不是巧合了吗？啊，这不是巧了吗？是不是？